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LPL 在昨天进行了冒泡赛败者组的比赛，结果 TES 和 WBG 是5局拉满，最终 WBG 更胜一筹，晋级今天的冒泡赛最后一轮。TES 全年排名第6，而这场比赛的戏剧性和精彩程度，也是让现场观众感慨值回票价。TES 和 WBG 的比赛不仅打满5局，而且观赏性也是直接拉满。双方有来有回，并且非常喜欢主动进攻拼操作的风格，让观众看得大呼过瘾。不过这也导致比赛经常会出现一面倒的局势，谁拿到优势就迅速平推。前4局比赛的游戏时间甚至都没有超过30分钟以上。本次的冒泡赛可以说达到了史上最残酷的级别，几个老将选手都面临退役风险。WBG 与 TES 的这一轮对决是久违的仁川3C 捉对厮杀，也可以称之为是 The Shy 和 Rookie 的退役之战。虽然是老队友，但双方都不给彼此留客气。结果 Rookie 成为了整轮比赛中最惨的一个选手。在与小虎的对位中， Rookie 是败下阵来，而且是被小虎按在地上疯狂暴打。放在 Rookie 整个职业生涯都是极为罕见的。之前观众们的认知是这样的，虽然 Rookie 巅峰期早已经过去，但是他依然有成为顶级队伍拼图的能力。虽然过去几年的各种 BO5 都败下阵来，但至少不是因为 Rookie 自己的问题输的。但这次完全不一样了， TES 输给 WBG。 赛前观众都认为 Wayward 会是最大突破口，但是整个比赛看下来，其实中路差距反而是最大的。这一点是 Rookie 不太能接受的。Rookie 自出道以来就一直是一个以对线能力强著称的选手，结果被小虎场对线压制，可想而知这会对 Rookie 造成多么大的打击。在这一场比赛过后， Rookie 已经正式沦为非高配级别中单，而赢下比赛的 The Shy 其实依然存在非常大的退役可能性。此前 LPL 多方爆料称 The Shy 会在今年结束后选择退役。不管 The Shy 所在的 WBG 今天是否能够击败 EDG， The Shy 都有可能选择退役。 OZ 也是一样的情况， OZ 本次复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想要看看自己油箱里到底还有多少油，如果达不到自己预期的标准，今年结束就不会再打。两个人不退役的条件其实都比较难达成。首先，两个人中输掉比赛的那个大概率不会继续打了，而晋级世界赛的那个得在世界赛上展现出强大的竞技实力，同时队伍成绩不至于太差。只有这样，在外界的鼓励之下，选手才会继续选择打职业。只能说今年的冒泡赛，观众们得看得出比赛背后的意义。 Rookie、The Shy 和 Uzi 这3个选手，比赛真是看一场少一场了。这次的冒泡赛甚至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战了。Jack Love 和小虎方面则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明年2个选手大概率还是核心。个人认为今年 LPL 给人最大的感觉或者说现象就是中生代和新生代选手的崛起，观众们都为这些选手的觉醒感到高兴，包括 JDG、BLG 和 LNG， 队内都有年轻选手都打出来了。在此之前 LPL 曾经经历过更新换代的阵痛期，现在阵痛期已经过去，迎来爆发期。而 LPL 整体的蛋糕就那么大，中生代和新生代选手拿走之后，老将选手的生存空间必然会被压缩。在这样前提之下，就会有老将选手因为表现不好而选择退役离开赛场，将舞台交给年轻选手。一代新人换旧人还是挺让人感伤的一件事，也属于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作为观众，我们得接受老将的凋零和退场，只是对于 LPL 赛区来说，很多顶流选手的退役对 LPL 的收视率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 Uzi、The Shy 这样的选手一旦退役， LPL 的讨论度和热度都会下滑。在选手人气这一块， LPL 的年轻选手短时间内还是很难和这些老将抗衡，需要真正拿下世界冠军后才能有一个质的飞跃。今天 WBG 与 EDG 的比赛可以说是关系到许多选手的命运。这场比赛的看点丝毫不亚于季后赛决赛。其实两队实力接近，互有胜负，近6次对决各取得3场胜利，其中 EDG 在春季赛常规赛战胜 WBG， 后者又在夏季赛常规赛完成复仇。此番狭路相逢，两队都有带走胜利的可能性。考验的是 EDG、WBG 教练组 BP 储备以及选手们的临场表现。究竟谁能成为继 JDG、BLG、LNG 之后
第4支闯入2023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 LPL 战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觉得明年这几位选手还会继续打吗？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